把稻谷的谷壳去掉呢，就是糙米，也是营养价值最高的一种米。把糙米的米糠给去掉，就变成胚芽米。然后呢，把胚芽米的胚芽给去掉呢，就是我们吃的大白米，也是精白米。精白米呢，又可以分成好多个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的标准可能不一样。等级越高呢，米的精度就越高。也就是说呢，那个大白米啊，表面那一层它还可以把它再去掉，再打磨。越打磨的精细，那个米呢，看上去就越漂亮，吃起来呢，口感也就越好。但同样的它的营养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米的口感越好，营养价值就越低。日本有一种米酒叫做塔记，这种酒呢也分好几个等级，最便宜的就是一种叫做四五的。四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米啊，就白米啊，把它外表给磨掉，剩下中间的4/5，这就叫四五，这种叫做入门级的塔记米酒。它的价格呢是这一系列里面最便宜的，然后再高级点呢就有2/3的。顾名思义啊，就是把1/3的这个大白米的外面都磨掉，然后呢只留中间的2/3，用它来酿酒。然后还有更高级的，就是39的。39的话呢，等于就剩下的那个米啊的中心部分大概只剩下1/3左右了，然后用这1/3来酿酒。那肯定呢，你的米去掉的东西越多，那它成本也就越高，那酿的酒呢也就越贵，那口感呢也就越好。当然，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就是越低，这也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多吃糙米的原因。为了更具体的说明呢，我们来看一个对比的一个图表。我们选择了最高级的极品精米来跟糙米进行对比，它们的能量你看是差不多的，343千卡对348千卡。蛋白质好像也差不多，只差1克多，脂肪也差不多碳水呢也差不多。糙米跟精米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我们人如果吃下同样的一碗糙米来代替精米的话呢，你一样是不会感觉到饿的。但是接下来你们再来看这个糙米它所含的膳食纤维那就比精米要高很多了。精米那里有一根横杠，那个横杠呢也不是说表示没有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呢没有检测到，但是据分析是有的。因为有时候检测可能不是那么100%的精准嘛，会漏掉一些东西。只有当这个数据栏填一个0的时候，像接下来的维生素 E 就表示检测出来它是完全没有的。而在糙米这个维生素 A 这个地方呢，写的是 TR， 意思就是说检测到了但是呢它这个量呢没有办法去测量，没有测定到底量是多少，没有把它给称出来。接下来的3个这个核黄素烟酸硫胺素都是属于 B 族的维生素。那么在这一项里面呢，也是糙米完胜它赢了2个数据像那个硫磺素的话，它基本上就是精米的好多倍了， 0.38 除以 0.06 差不多就是6倍多。然后核黄素呢，糙米呢也是精米的2倍。至于烟酸呢，糙米里面也是一样的，画了个横杠，就是说有，但是呢因为检测出现的问题没有把它检测到。我引的这个数据呢是疾控中心最新的检测数据，也就是说如果进行维生素的比较的话呢，糙米包含的维生素要比精米高出好多倍。在能量同等的情况之下，你吃了同样的米饭，但是你获得的维生素那么就要比另外一种的维生素呢要更多，对你的身体当然也就是更有利。除了能量跟维生素对比之外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矿物质的对比。看了这张表其实什么都不用说了，这就是一个碾压。糙米所包含的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跟精米对比的话呢，那就是全面性的，而且是成倍的碾压。你看这个钙是它的3倍多，然后这个磷304除以70，那是大概是多少？4倍多。然后呢这个钾230除以86，那也差不多是它的4倍，以及下面这些我就不一一去说了，全部都是碾压性的这个超越。那这样糙米这么好，精米那么不好的话，为什么精米比糙米呢又要更流行？其实口感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人的这个口感还有口味都是可以培养的嘛。像一个南方人去北方也可以适应北方的饮食，一个北方人到南方也可以适应南方的饮食，然后一个中国人到国外也可以适应国外的饮食，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呢，糙米它的加工的成本更低，对食物的浪费也更少，更有利于食品安全。之所以在过去和现在这个白米呢都比糙米要更流行的原因呢，我估计应该是2个。一个就是在过去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营养学的知识，相反的就认为越是有钱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就要吃得越精细，
所以呢就尽量的把各种东西都做得很精细，就像做各种什么珠宝一样啊，尽管这些石头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甚至把浪费呢当作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我在之前讲戒糖的节目的时候，讲到糖的历史的时候呢，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食品工业的进步啊，我们人的这个能量啊，它是越来越，我们人啊每天摄入的热量啊都是超标的。而相反呢，又随着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善呢，导致我们土壤的一些污染。同样一片菜地里面呢，种出来的菜啊，它的所包含的那些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比曾经的我们传统的方式在一片好土地上种出来的菜呢，要少很多。所以我们人呢，就出现了一个能量过剩，然后呢，同时啊，又导致维生素啊和这些矿物质不足的情况，造成一种很复杂的营养不良。因为这些营养不良呢，又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每天啊都能够吃一顿糙米饭来代替白米饭的话，对我们的营养均衡，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我自己呢也是经常会吃糙米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糙米它的成本呢明显是比白米要低的，但是它的售价却比普通白米还要高。还有那个胚芽米也是一样的，很多打那个胚芽米的广告说是给宝宝吃，对宝宝怎么好，其实胚芽米呢还不如糙米，但是确实因为胚芽米有那个胚芽的存在呢，它比普通的白米饭的营养价值要高一些，但同样的胚芽米的成本也是比白米要低的。为什么打了给宝宝这个旗号之后呢，它的价格又要比白米更高？如果有从事食品工业的朋友懂这个大米的这些成本这些定价的一些事情的话，可以跟我分享。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订阅，也谢谢给我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